今天我们的话题，许多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往往因为一件小事或一个细节而引发。18大前，周永康和薄熙来试图通过政变从习近平手中夺权，意图另立中央，废掉习近平，推薄熙来上位。他们为此谋划很久，但因王立军出逃没领馆而全盘崩溃。王立军于2月6日晚上10点进入成都总领馆后，随即向美国驻成都总领事何孟德反映了薄熙来、周永康的腐败问题，以及薄熙来、周永康密谋如何整垮习近平的计划。据王立军反映，周永康和薄熙来拟定了一套完整的攻击习近平的计划，并于2012年新年后实施。这个计划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海外媒体释放出对习近平的指责和批判，削弱习近平的形象。最后帮助薄熙来入常接任中央政法委书记。薄熙来掌握武警、公安系统后，待合适时机强迫习近平交权。随后何孟德同美国驻北京大使骆家辉联系，并建议给予王立军庇护，并允许王立军待在领馆内。但是最终白宫方面没有批准这个提议，担心如果在领馆内窝藏一名中共高级官员，会影响到中美关系，尤其是在几天后，即将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将抵达美国进行访问。随后美国方面就和北京联系，中方同意国安部派员到成都，并护送王立军进北京。然而就在国安部副部长邱进和王立军走出总领事馆时，和守候在外面的重庆方面发生了激烈争论。重庆方面希望将王立军交给他们，但最后是王立军跟着国安部副部长邱进赴北京揭发薄熙来。讲到这里，了解中共体系的观众们肯定疑惑，为什么不是中纪委带走王立军，而是国安部？而且为什么是邱进？对于深耕中央多年的薄熙来而言，薄熙来在中纪委拥有广泛人脉，但薄熙来与国安系统的关系并不深。而且邱进作为曾在共青团任职的官员，跟胡锦涛具有同样的团派背景，这一点王立军很清楚，所以王立军对于国安的调查极为配合，但对中纪委的调查却拒绝交代。而这种安排也是之后扳倒薄熙来的关键一招。2月8日，全国法院深化司法拍卖改革工作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召集人为周永康。而周永康此行的真正目的，就是指导应对王立军事件。此刻薄熙来正在云南昆明视察，并瞻仰了第14集团军军事馆的薄一波塑像。第14集团军的前身正是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建立的山西新军，在1950年经过整编后，隶属成都军区的第14集团军驻防滇西卫戍区，正是亲薄熙来的嫡系部队。2月8日早上8点，王立军和邱进一行乘坐国航成都飞往北京。2月9日，中国外交部对王立军事件通报，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而值得一提的是，此前重庆官方的通报为休假式治疗。对如此重大政治事件，中央与地方的官方说法差异如此之大，也创造了中共的历史。2月10日，重庆日报大幅报道薄熙来在云南考察，并配上薄熙来在滇池旁喂鸽子的图片，意在弱化薄熙来视察第14集团军的影响。但扬子晚报却以薄熙来参观驻滇某集团军陈烈士缅怀革命先烈为标题，突出薄熙来的军事目的。2月12日，重庆官方宣布免去关海洋的重庆江津区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显然，关海洋将接掌重庆公安局长。作为李克强的前秘书、团派大将刘延东的女婿，关海洋接掌重庆公安局长，正是团派在重庆打入的钉子。这也意味着团派和薄熙来正式开始了短兵相接。
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真与假折射地方官员对党是否忠诚的社论，这无疑是团派对薄熙来又一次的敲打。而薄熙来和团派的恩怨，或者说薄熙来和中共元老们的恩怨，值得专门再开一期讲，这里我们不做详述。简单来说，就是薄熙来屡次挑战了胡温的权威，并将党内矛盾公开化。而薄熙来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显然是没有这种底气的。可以肯定的是，这背后有周永康等一众盟友的支持。但是否如某些媒体所说，有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明确支持，本台认为未必，因为习近平的上台已经木已成舟。而对于薄熙来这样一个野心家，作为中共的元老，江和曾都没必要也不能因为挺薄熙来而让中共的政权承担风险。回过头来，我们要回顾一个关键的问题：王立军为什么要跑到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得不先回答一个问题：薄熙来为什么要对王立军动手？根据网络上普遍的说法是，因为尼尔伍德被杀案牵扯到了薄熙来的妻子顾开来，导致薄熙来要对王立军先下手为强。但是本台认为，按照薄熙来志在天下的性格，真相远没有这么简单。以薄熙来贵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1-2条人命于他而言实在是不足挂齿，随便找个罪名给尼尔伍德安上，这对于他来讲不是什么难事。薄熙来要搞王立军，是一次政治上的断尾求生。这里有一个关键部门，中纪委。早在2012年元旦之前，中纪委就秘密约谈了王立军。在确凿的证据前，王立军自知厄运难逃，但是中纪委的人表示，只要王立军配合推翻薄熙来，就有将功折罪的希望。于是王立军答应帮助整理薄熙来的材料，而后中纪委又找到薄熙来，给他看了王立军的材料。薄熙来一看无法保住王立军，为了避免自己受牵连，只好答应解决王立军问题。早在唱红打黑的时候，薄熙来和王立军就联手打倒了曾在贺国强和汪洋手下担任公安局长的文强，并从中掌握了很多贺国强和汪洋的把柄。在打黑运动中，薄熙来和王立军还侵犯了太子党的利益，得罪了彭真之子傅阳，就是李庄的老板，以及邓小平之子等众多高层人物，这为薄熙来和王立军埋下了祸根。但是薄熙来认为，凭借他的宣传手法和工作能力，他能够靠唱红打黑给自己塑造威望。而且薄熙来贵为红二代，这个祸根也只能是草根王立军的。时任中纪委书记贺国强曾3次指令薄熙来查处王立军问题。贺国强曾对薄熙来说，内部有举报王立军在铁岭、锦州任公安局长期间，打黑打出不少假黑案，搞得很多家庭家破人亡，这些冤案、假案、命案怎么办？对于王立军的问题，要在换届前清理好，否则会对中央造成太大压力，对你薄熙来压力也不会小。后来，薄熙来在重庆市委副书记核心会上表示，关于王立军的问题，他曾问了贺国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意见，还是中纪委决议意见，亦或是贺书记本人的意见？而贺国强的回答是，为了维护重庆打黑政绩，维护市委、市政府声誉。对于搞王立军的力量，是贺国强作为主要推手，还是中央几位大佬达成了一致意见，要以王立军为突破口，进而打击薄熙来？贺国强作为中间派，只是执行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在中央层面，搞王立军已经是大势所趋，并且这种动作是对薄熙来的一次敲打。对于薄熙来本人而言，王立军只能作为弃子，所谓汽车保帅，不得不弃。而在重庆对付王立军，比让王立军落到北京中纪委手里，薄熙来将拥有更多的主动权。
因此薄熙来先动手清理王立军身边的11人，又让王立军脱离公安局长职务。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王立军处于重庆的控制之下。王立军自知已经落入死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而他的筹码是薄熙来的亲信身份，因此他有且只有揭发薄熙来这一条路可以走，方可保命。而在他揭发薄熙来之后，北京自然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接他的下一棒。在王立军公开信中，王立军表示，薄熙来把所有人都当成口香糖，嚼完了随便一丢，不管粘在谁的脚底。薄熙来无情无义到了极致，我对他两肋插刀，他对我连狗都不如。字里行间均透露出对薄熙来无情无义的愤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最终，作为薄熙来曾经的头马，王立军以他的一己之力，让周永康和薄熙来谋划已久的政变毁于一旦。历史总是相似的，往往是很小的人物，只是单纯的想解决一个小问题，拼死一搏就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对于习近平来说，可谓是冥冥之中的一份大礼；对于薄熙来而言，时也，命也；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福是祸。